快他妈玩散了！我之前不是说夏天不烤串不是正经东北人吗？然后我这串就连上了，2礼拜吃3顿，我感觉我这人好像不太正经。看看我昨天晚上熬夜整的小菜呗，枸杞粥黑鸭，高仿1比1，花毛一体，糖心茶叶蛋，冰冻柠檬茶。我怎么感觉这个坑像谁拿鞋底踩的呢？看看这几个爹都买啥串了啊？牛肉串、干肠、鸡翅、麻排、羊肉串、干豆腐卷、鸡脖子、大肥腰子和淀粉肠。这个出来烤串啊，我说2句。第一，你不是在家烤，你最好买那个现成的串，把这个黄金时间留给那个 Black Jack 不好吗？第二是交朋友，你尽量交那个皮糙肉厚的，因为这样的朋友洗吧洗吧还能反复使用。哎呦妈！拍视频，看没看着这样的爹就是能反复使用的哥们儿。下礼拜再烧烤，咱们还扎他，不是还找他。第三是不管太阳多大，棚子多大，你吃到最后就发现大伙终究还是围着炉在那啃。这些爹从白天到黑夜，从他妈人间唠到宇宙，就是没人站起来问你那一句：我帮你烤会儿啊。没人问就没人问吧，反正烤串的也不是我。我们几个能凑一起坚持这么些年，就是因为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不管处过多少个对象，聚会都不带女的啊，就是。哎，等会儿哥们儿，你这啥呀？我前2天买了个石磨，本来寻思给我奶磨磨豆浆还能锻炼身体，但是听信了小人的谗言，买了3斤6两黄豆。这3斤6黄豆可给我仨坑死了。这些黄豆泡了1宿之后得有10多斤，然后这一待呢最少得磨400圈。我粗略看了一下，这2盆起码得有100袋。反磨出豆浆的时候还是挺兴奋的，而且刚开始有劲儿呀，玩的也高兴。再一个最近在家憋的空有一身蛮力，后来磨不动了，我们就上网查石磨怎么用才最好用。有个帖子说拉磨的时候给驴戴上眼罩效率会更高。我弟亲身试验了一下，确实比刚才更顺滑了。哎呦，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一个天天炖肘子的博主家里居然藏了2头活驴，那真是老话说的好啊，美食博主家真什么都有呢。过程就不细学了，那天直播你们也看了，反正我们3头一共是拉了14-15个小时吧，最后出来这些，然后需要拿屉布给它过一遍筛。我现在就觉着呀，应该把驴列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。反正这个事儿咱们也不道德绑架，但至少可以从我做起。我发誓从今天开始不吃驴肉了，然后筛完了呢，正好是这一大锅，大概40多斤吧。豆渣我也不知道咋吃，就都给刘大脑子解压了，然后就赶紧煮了1锅豆浆。凌晨3点半，我喝完这一口热乎豆浆之后，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14个小时的汗水加上古法磨制的醇香，就我可以这么说，这个豆浆的香气完完全全和豆浆机打出来是一样的。我心态崩了有啊！好在呀，我留了一手后手，反正都这个点了，咱们可以接着做豆腐。豆腐脑出锅还是挺板着的，但是必须得是咸卤。然后就把豆腐脑压豆腐了，我寻思我终于可以歇会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豆腐篓里的水滋溜滋溜冒啊！4点半呢，我仨马上就脑出血了，还在这大狗治水呢。就是我只能感慨一句：人间有爱，但水火无情啊。豆腐做好了，我奶都起床了，给我奶拿一半，那一半我得回家供去了。我是10000个想不到啊！我仨是头天早上9点见的面，打进屋就闷头磨豆啊。吃上这碗豆腐脑的时候，我抬头一看，我外面天亮了。有个哥们搬新家，我们来了锅底儿，我一进屋都懵了，我寻思走样板间来了呢。完了，我上厨房一看，我说你家这盆有点东西啊。他说你还没看我妈给我买那套餐具呢。哎呀，这怎么埋我奶心里去了呢？这小行，菜都给我买好了，说你带双手来就行。你说人都拿东西来的，我带双手来，我开光来了。这买这个东兴班我认识，但这几条小鱼儿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呀。我寻思我当嘎牙子挠了得了。我弟说哥你可千万别介呀，大年30咱俩卡刺儿的事忘了吗？这个排骨我是糖醋口的，鸡胗我孜然烹了一下，牛肉我干煸成丝儿了。这些我记得都是他媳妇儿比较爱吃的菜。别想歪了啊，他媳妇儿我都拿儿媳妇一样带。你说这关系，我上他家真能空手来吗？那不落人画把吗？这是我在得物上买的9阳和可口可乐联名烤箱，好看实用，操作还简单。最近评论区有活动，还挺划算的，喜欢做菜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我就直接拿烤箱焗了个饭，我寻思我买的我使不着，我多闹心呢。最后我又调了个蘑菇汤，炒了2个1巴拉得，赶紧吃饭吧，我兄弟媳妇都饿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吃焗、鸡虾，不认识什么玩意儿，子珍、磨汤、糖排、东班、干牛丝、辣仁、干花。我在这拍，我那哥们说你可千万别录着我呀，别让我媳妇闺蜜刷着呀。我没整明白，也没绿菜呀。完了，吃完饭这2口子非说要打会麻将，我那么说不玩，非玩。最后这烤箱让我们哥俩赢过来了，还带了个音响，你说这事儿整的。
我发现这人就不能闲着，我这2天腰好了，我寻给我奶整个甜品尝尝。都说马卡龙难做，我寻这能有啥难的呀？然后呢，我一共烤了4锅啊，烤的最好那锅跟他妈奥利奥似的。我还跟我奶说这是法国贵族甜品，我奶说你看没看见这帮老外在吃上真是不行。完了，我给我奶整个行的，包了几个五花肉茄子馅的包子，这其实就是茄子卤，但是包包子比拌面条还好吃。然后还整了个更行的梅菜扣肘，比扣肉还好吃，因为它不腻。你家要是能办席，你引进一下这道菜。我跟你说，别说结婚，你们2口离婚可能因为这道菜上你家办一下子，你信不信？还给我奶溜了一盘马蹄肉丸，顺手炸了点干炸丸子，直接打包了，留着我半夜饿了躲被窝里吃。然后我奶最近对青橄榄挺上头，又做了个青橄榄包的鸡汤。完，我奶说想吃虾饺，哎呦，我到这儿我脑瓜嗡一下子，这掐褶太难了。当时我前老丈给我踹了，就是因为我不会掐褶。完了，德物新买的可乐锅到了，我寻做个可乐鸡翅给它接接风。这联名小锅现在整的也太好看了，完炒个菜涮火锅啥的还挺实用，而且最近还有官方补贴活动，你搜63599，很多产品1块钱就能买着，链接我放评论区了，不少好看的锅可掏。这可乐呀，烤箱、电锅、空气炸，这草让它种的，给我都掏干净呢啊！来吧，上家了，没找翻马、炸黄、青鸡、可翅、虾花、2碗、茄包、虾饺。完了，哈尔滨不是 BBQ 的吗？我带着这老些菜去，我奶连门都没让我进啊！我连门口的脚垫我都没踩着。我说奶，这有色眼镜戴的太突然了，我哥俩没留饭呢。完，我奶把包撇开了，告诉我赶紧回家，别在那门口喘气儿。我奶呀，活到120都不带有啥毛病的，她指定比我还能活。我最近特别馋无骨鸡爪，尤其是想起嗦鸡爪的声，馋的都睡不着觉，但总害怕外面卖的真是老奶奶啃的或者药水泡的，就干脆买了500根鸡爪子，决定自己在家做了。然后看了好多去骨的教程，感觉也不难，但干上发现是感觉的不准。那给我爪子都干散架了，鸡爪子还很完整。然后发现很多人说用嘴啃的快，我们试了一下，的确非常快，用工具去1根的时间，用嘴能嗑2到3根，而且只要牙没缝，完整度还特别好。就这完整度会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好多他妈跟外面买的是一样的。后来我发现用嘴啃的最大障碍不是牙口，是肠胃，因为啃一个鸡爪起码得下10几口，完就整的满嘴全是油。也就是说产量只取决于能咽下多少油。我本来还想再用工具试试，但这人一旦走了捷径啊，那根本就回不去了。这一下子直接大洗牌了。那天看直播的有印象吧，在工具时代的时候，我弟也是有人给擦汗的狗老师，但突然退化到原始时代了，我弟只能沦为给人擦嘴的狗老弟了。但用嘴啃吧，看不见就那么地了。问题这是明储量造啊！后来就决定一人拿个盆，自己啃自己的，正好口味也自己调了。这一宿去骨去的都给我干麻了。完寻活动活动，正好试试在唯品会新买的衣服。最近他们年终大促，满地羊毛可薅，搜狗送都贼划算。这双明星联名款到手才花几十，而且尺码不对还能喊顺丰上门换。夏天到了，这 T 恤啊、短裤啊都赶紧点评论区安排上呀。后来试完了，天都亮了，但还有小半锅鸡爪子实在整不动了，就决定给它卤了。就在这一刻，我突然觉得人类的悲欢有那么一点相通了。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有人凌晨4点起床出门炸大广，就一定有人凌晨4点没睡在家炸鸡爪子。鸡爪卤完了，正好早上9点半，在楼下早餐铺买到了最后一屉包子。然后我不知道啥毛病，吃红豆粥都觉得嘴里苦，就进屋打了几根冰激凌，正好寻凉快凉快。等我出来的时候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说好了隔人啃隔人的，这一宿看的恨不得上厕所都抱着。完我弟困得迷得糊的，打包全给打串了，我当场心梗了。我最近越来越热了，有点吃不进去饭。每年这个时候都是靠一碗过水面再拌点牛肉酱挺过来的。然后我前2天在家意外捅咕出一个巨好吃的牛肉酱配方。今年买了50斤牛肉，打算在家批量生产一下。这个酱要想好吃啊，很重要一点是肉的切丁不能绞馅。但对于活驴来说，刀工永远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。你瞅这个爹，我都急死了，但我不敢催他。就他拿刀这个姿势，我生怕他一使劲把手指头先别折了。完切肉没意思呀，就开直播来着。我爸那天也看了，但咱不知道他咋看的，迷迷糊糊的就以为我们在家串串呢，拉着我妈、我姑、我姑父就过来了。到这发现不是串，但羊入了虎口，我不可能让他们走。这盛世如我所愿呢，全家都让我摁着了，扒蒜的、扒花生的、切肉的，真是老话说得好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他还得靠父母。主要是上一次徒步搬家之后吧，我个人这一块确实没什么朋友了。
后来11点多就给他们放回去了，也没让他们空手走，一人都贴好几节膏药。完，我爸说在家看直播那个手机太卡了，正好我前两天在转着买了个2手的苹果11，顺手给他了。我买才花1800，用的跟新的差不多，但是比新的便宜2000多。他们还有认证的验机报告，7天不满意包退，完还免费保修1年。想换手机的赶紧去看看。然后切辣椒的时候，我有点用力过猛，怼坏好几个手套，手疼了好几天不说，3天没敢站着尿尿。完，我弟说遇事还是先保大吧，这活就继承给他了。但他的智商啊，远比他的精神更让我感动，因为我仔细看了一眼他这个装备，这怕崩的地方不都在外面露着呢吗？后来炒酱的时候都早上7点多了，我寻思1个小时就能炒完呢，结果炒了4个小时。我第一次用这么大锅炒菜，甚至还找着点食堂炒大锅饭的那个感觉。盛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这30多个小时真不白干呢，空口吃都贼香。把家里所有罐都用上了，还有一大锅没盛呢。已经通知来求的人自己带盆了，完也告诉他们了，也备点信封啥的。因为这顿下来吃饭就剩我们哥俩了，这回还只是少俩人，没准下一顿就直接多2桌了。我就说那意思。